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37岁的穿搭太有品了，简约配色加巧配饰，美得高级又优雅。赵丽颖的穿搭哲学：简约基础款穿出高级感，温柔浅色系优雅减龄，西装外套气场全开，巧用配饰提升精致度，每一处细节都诠释着毫不费力的时髦。点击上方蓝字，关注娟表达随喜屋。每晚19:07，开启最接地气穿搭智慧。赵丽颖在影视圈一路走来，稳扎稳打圈粉无数，可以说是男女通吃。在圆脸的外表下，隐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力量。不管是走红毯时的高贵优压，还是日常穿搭的简约松弛，都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的时髦气质。她的穿搭风格多元化、简约、舒适是永恒的主题，从不被定义自己。貌似不经意的每一套穿搭，实则都把时尚小心机拉满，诠释毫不费力的松弛感。01简约基础款，穿出高级感。不管是粉色肌理感针织短袖 T 配高腰白色直筒裤，棒球帽下露出随意挽起的微卷发尾，还是简简单单的白色 T， 就那么随性衣穿，时尚高级感拉满。温馨提示：粉色针织短袖肌理感图案设计，提升精致气质。5分袖的长度可有效遮挡臂膀拜拜肉。自然挽起的白色短袖 T 袖口，增添整体造型的时尚层次感，不单调乏味，又显胳膊长。她的日常穿搭智慧，都体现在不过分用力，却处处考究细节里，也是把基础款穿出高级感的主要原因，值得我们借鉴哦。02温柔浅色系穿搭，优雅减龄气质。如果是赵丽颖的铁粉，你就会发现她在颜色选择上很偏爱温柔的浅色系，也是今春夏流行的色系，与她温柔又精致的五官很是匹配，达到人一合一的气场，自然流畅又不失风度。这条粉色复古格子连衣裙是赵丽颖最近新加坡活动的着装，衬衫是半开身连衣裙，简约大方又不失温柔与优雅，仿佛自带柔光滤镜，穿越时光机回到青春时代。白色鞋子与白色中筒袜是亮点哟，延伸腿部线条，露出纤细脚踝，显瘦又显高。03干练西装外套，气场存在感强，剪裁流畅、简约大气的西装也是赵丽颖日常穿搭中的常客。最近直播间的合体灰色西装叠穿同色系马甲，瞬间变身职场精英，气场2.8米，尽显法式慵懒优雅气质。中间刘海侧分，自然卷曲，既修饰了她的精致五官和脸型，耳饰的呼应又增添整体造型的柔美气质，弱化了中性化西装带来的硬朗感，彰显刚柔并济的美。下面这套西装礼服单独拿过来分享，是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经典摩登黑色的西装造型，缎面光泽感的材质，加上黄色图案和流苏的装饰，彰显高贵典雅又不失奢华气质。温馨提示：腰间的黄色刺绣打造高腰线，裙摆侧面的长三角不对称流苏设计，既有华丽层次感，又显大长腿，长长的耳饰呼应，大女主气场拉满，绝对是全场的焦点。04巧用配饰，提升精致感。最近在北京电影《向阳花》的首映里，身穿简约黑色短袖 T 搭配吊带黑蕾丝长裙，腰间用银色镶嵌配饰把上衣打花结，瞬间提高腰线，凸显3/7黄金身材比例，小小耳饰的加持，提升整体穿搭的优雅精致气质。我们的日常穿搭中，一定要注意配饰的重要性，不用非要真金白银才行，我个人觉得适合的就是最好的。配饰虽小，在穿搭中却起到4两拔千斤的效果。来回看赵丽颖一条精致的项链，一对小巧的耳环，一顶帽子，都可以让整体造型瞬间提升档次，既修饰了脸型，又打造时尚凹造型。好了，今天的赵丽颖穿搭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学她毫不费力的时髦打扮，把细节做好，在自己的生活里做个主角，把日子过得闪亮，美和爱都不将就。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
潮流更迭迅速的地方，明星的穿搭总是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37岁的赵丽颖，这位曾被称为甜美系女星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却在时尚领域悄然完成了一场质的蜕变。从少女感十足的造型，到如今极简风、高级感、优雅兼具的穿衣风格，她的时尚演变无疑为无数女性提供了参考和启发。最近，赵丽颖身穿一袭蕾丝吊带长裙亮相活动现场，搭配浅色系妆容与精致的配饰，整体造型简约却不失格调，瞬间引爆了全网讨论。她没有夸张的剪裁，也没有堆砌的繁复细节，而是以最纯粹的线条与材质表达女性的自信与从容。在这个注重视觉冲击的时代，她反其道而行之，用简约的力量告诉大家，时尚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穿出最真实的自己。赵丽颖此次穿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莫过于她对于配色的把控。整体服饰以米白、浅灰、淡螺粉等低饱和度色调为主，营造出柔和、清新的视觉氛围。不仅修饰了肤色，更衬托出她沉稳内敛的气质。这种看似简单的配色，其实最考验穿搭功力，因为任何细节的出错都会让造型显得乏味或老气。而赵丽颖通过精妙的材质选择、剪裁线条和巧妙配饰，将极简演绎的既日常又不失时尚张力。她佩戴的配饰同样不容忽视，一对银白色小耳环搭配精致手链，柔和光泽的高跟鞋，整体不喧宾夺主，却能在细节处提升质感，真正做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这种细腻而高级的搭配理念，体现了她在穿搭方面的审美成熟，也彰显出她越来越清晰的自我风格定位。除此之外，赵丽颖在妆容和发型上的选择也恰到好处，轻柔的裸色系妆容和干净利落的短发相辅相成，让整个人看上去精神饱满又极具辨识度。她不再追求甜美滤镜的修饰，而是用真实五官的张力与气场，去讲述一个成熟女性的故事。赵丽颖此次的造型之所以让人如此惊艳，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表达，更是一种态度的体现。37岁这个年龄，许多人或许已经陷入自我风格的模糊与焦虑之中，但赵丽颖用她的穿搭语言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而是加分项。双引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历过流量巅峰，也跨越过质疑低谷的女演员，在多年沉淀后展现出的自信与松弛。这份优雅并非天赋，而是经历岁月锤炼后的从容。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甜美标签博取关注的小花，而是真正掌控自我风格、敢于表达自我的女性。时尚的本质终究是为人服务。赵丽颖的穿搭不再为了迎合某种刻板印象，而是为自己。王一博春日牛仔风大片释出，丹宁蓝中，他帅得太安静了。王一博将牛仔装完成行为艺术，珍珠项链消解性别标签，在蓝调里唱出叛逆与温柔。他的穿搭哲学不是迎合潮流，而是用丹宁的经纬遇见真实的自己。巴黎时装周的镁光灯下，王一博裹着 Lacoste 未发布的牛仔套装穿过人群，偏分卷发在空气中画出慵懒的弧线。他脖子上的珍珠项链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在水洗蓝的布料上折射出细碎的光。这哪里是来走秀的明星，分明是把美式校园风穿成了王家卫电影里的文艺青年。其实丹宁面料的魅力，早在去年我参加某品牌活动时就深有体会。当时看到一位素人博主用破洞牛仔裤搭配丝绸衬衫，硬朗与柔美的碰撞让我瞬间记住。而王一博显然把这种冲突美学玩到了极致，在 EVISU 2025春季系列中，他用双层牛仔布拼接出不对称廓形，后背的海鸥刺绣在做旧处理下若隐若现，活脱脱把工装外套穿成了行为艺术。话说回来，牛仔装最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可成长性。就像青春期的我们总在寻找自我表达，王一博这次选择的 KURO 系列，用黑色斜纹布和腰果花图案重构美式校园风，
裤脚故意露出的针织内里，像极了我们偷偷把校服改窄时的小心机。这种既保留经典又暗藏叛逆的设计，让牛仔装不再是百搭单品，而成为了流动的情绪载体。在 Lacoste 秀场，他与奥斯卡影帝 Adrian Brody 的同框画面引发热议。前者松垮的牛仔套装搭配蓬乱卷发，后者笔挺的西装勾勒出优雅线条，两种截然不同的时尚语言却意外和谐。这让我想起去年在米兰街头看到一位老爷爷穿着磨白牛仔裤配老花镜的场景。时尚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与自己气质共振的表达。王一博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总能在规则中找到突破口，比如在 Chanel 的牛仔外套里叠穿 Jimmy Choo 的运动胸衣，用奢侈品牌的 logo 刺绣打破街头风的随意感。这种高阶混搭就像他在赛场上的漂移技巧，看似危险却精准把控着平衡。最近刷到网友用爱生成的王一博牛仔装穿搭，清一色的紧身裤配马丁靴，评论区却清一色吐槽没灵魂。这让我想起某次采访中，他提到自己选衣服的标准，舒服最重要，其次是要有让我眼睛亮起来的细节。这种态度在他的春日造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EVISU 的现代图腾系列用手工墨石的褪色效果模拟自然旧画，裤腰处若有若无的花卉暗纹，像极了我们在旧物市场淘到的宝藏。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在巴黎秀场选择的珍珠项链，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化配饰，被他随意搭在牛仔衬衫领口，反而消解了性别标签的束缚。就像我们总在衣柜里藏着几件不按常理出牌的单品，这种越界恰恰是时尚最动人的生命力。翻看他的街拍，发现王一博特别擅长用牛仔装打破季节界限。去年冬天的白色毛领牛仔外套，在零下的气温里穿出了北欧极简风，而今年早春的浅色水洗牛仔裤，搭配同色系针织衫，又把春日的慵懒感拿捏得恰到好处。这种反季节穿搭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小叛逆，在规矩中寻找自由呼吸的缝隙。记得有次和朋友聊起时尚，他说，真正的潮流不是跟着趋势走，而是找到能表达自己的符号。王一博的牛仔装哲学，或许正是这种态度的最佳注解。从赛车场的连体皮衣到秀场的牛仔套装，他始终在用服装书写自己的故事，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为了在丹宁的敬畏里遇见那个更真实的自己。当暮色降临巴黎街头，王一博的牛仔背影消失在香榭丽舍大道的车流中，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时尚造型，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被标签捆绑的时代，我们都需要一件能自由呼吸的牛仔装，在蓝调里唱出自己的叛逆与温柔。牛仔是永不过时的经典，而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当这两者交汇，再加上一位自带光芒的青年演员与偶像，便诞生了这个春日最让人心动的画面。王一博的春日牛仔风大片一经释出，立刻掀起了全网讨论的热潮。没有复杂的配饰，没有刻意的摆拍，仅是简约却质感十足的丹宁蓝，配上他冷静沉稳的神情，就足以震撼人心。镜头里的王一博穿着复古剪裁的牛仔套装，在阳光斜洒的街头缓步而行，仿佛是从法国文艺电影中走出的男主角。他的气质不是张扬的我要你看我，而是淡然的我就在这里，却偏偏令人无法忽视。他的帅不是靠造型凹出来的，而是融入在举手投足的自然之中，是一种不动声色却无比坚定的美感。而丹宁蓝原本就是一种极具个性的颜色，介于自由与叛逆之间，带着一点粗犷，却又因为春日的光线而变得柔和。而王一博身上恰恰具备这种反差感，他可以是沉默的骑士，也可以是热血的舞者。他可以是沉浸在角色中的实力派演员，也可以是在舞台上燃烧青春的 rapper 与舞者。丹宁蓝与他像是命中注定的搭配，将他的所有多面魅力汇聚成一个独特的符号。
这次大片没有复杂的滤镜，没有华丽的布景，却反而更能突出王一博的真实状态。他的神情时而冷峻，时而温柔，他的眼神时而深邃，时而倔强。那种安静的帅气，是历经岁月磨练之后的沉淀，是内心强大之后的外显。他不再是当初那个在练习室中用汗水证明自己的新人，如今的他已经可以用一张静态图片就传达出无限故事与张力。更让人动容的是，王一博在时尚领域的不断突破。从最初被质疑不够时尚，到如今拿下5大刊满贯，成为香奈儿风尚大使，他用时间和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影响力。他没有被流量的泡沫冲昏头脑，而是选择稳扎稳打，一步步拓展自己的边界。他不靠话题炒作，不靠炒 CP 博眼球，靠的是自己的真诚、专业和对美的执着追求。而这张大片背后展现的不只是时尚的感官刺激，更是一个艺人自我探索与蜕变的缩影。他从不把自己局限于任何一个标签，而是始终在尝试，在进化。牛仔是自由的象征，也是他心态的写照，不被定义，始终向前。粉丝们看到这组图时纷纷留言，太有氛围感了，像是一张春日明信片，这种安静帅太杀我了。更有人说，他穿的不是牛仔，是态度。其实这何尝不是粉丝对王一博一路成长的理解与共鸣？他们不是盲目的吹捧，而是目睹并认可他的每一次成长，每一个新的阶段。如今的王一博不仅在影视、时尚、音乐、综艺等领域持续发力，更在作品中体现出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成熟、清醒与张力。他不疾不徐，却稳稳前行；他不张扬，却始终在聚光灯下脱颖而出。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安静也可以很有力量，沉稳也可以闪闪发光。写到这里，想对每一位一路陪伴王一博的粉丝说一句：你们的等待与支持没有被辜负，因为你们爱的那个人正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他也许不会每天都出现在热搜上，也许不会频繁营业给出甜言蜜语，但他却用作品、用专业、用诚意回应着你们的热爱。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一起期待更多像这次牛仔大片这样让人心动的时刻，期待他带来更好的角色，更精彩的演出，也期待他依旧能保有那份安静中的力量，不被喧嚣裹挟，在自己的步调里走出独属于王一博的光芒之路。春日尚早，风也温柔，而他已在丹宁蓝调中给我们写下了一封美的无声的情书。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